大家好，我是汇点生活的张宇。今天请您务必放下手头的事，认真看完这期内容。如果您身边有拿社安金或正在申请的长辈朋友，现在就转发给他们，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每个月实实在在能拿到多少钱。很多人觉得社安局就是发退休金的，该拿多少早就算好了，没什么可琢磨的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社安局那套复杂的体系里其实藏着好几条隐藏规则。用好这些规则，你每月到手的钱可能比现在多出几百块，一年下来就是好几千。现在什么都涨，谁都希望养老金能多涨一点。社安金政策几乎每年都在变，很多人嫌麻烦或看不懂英文术语，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些门道，但掌握了信息差，就能占得主动权。今天我就把这几点隐藏规则掰开揉碎了讲给您听，让您明白为什么有人能多领，有人却糊里糊涂少拿了10几年。在详细给您拆解这几条能让您立刻多领钱的隐藏规则之前，我想请您先帮我一个小忙。如果您看了我们的视频觉得有用，但还没点关注，那么请您为了您自己的荷包，现在就伸出手指，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那个红色订阅按钮，关注汇点生活，再把旁边的小铃铛点亮。像今天这种让您多领钱的消息，或者是以后万一有什么可能会扣钱的新规，您只有订阅了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，不错过任何一个保障自己权益的机会。下面让我们进入正题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隐藏规则，也是最容易被在职或者刚退休的人忽略的一条，叫做退休后工作收入测试里的门道。很多人一旦到了62岁，心里就开始打鼓，想着要不要马上申请社安金，同时又担心，如果申请了，但是我还想再干几年，哪怕只是兼职，会不会就把福利金给弄没了？这个想法对了一半，但不全对，而且最关键的那一半正好是大家不知道的。实际上，在您达到完全退休年龄之前，如果您还继续工作并且有收入，社安局确实会根据您的收入情况暂时扣掉一部分福利金。但是请注意，这个扣掉只是暂时的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。根据社安局2025年的最新规定，如果您在整个年度内都未达到完全退休年龄，那么您的年收入如果超过了23400美元，那么每超过2美元，社安局会暂时扣下您1美元的福利金。听起来是不是挺心疼的？辛辛苦苦挣点钱，还要被扣掉一半。先别急，这条规则的隐藏好处在这里，您被扣掉的这部分钱并没有人间蒸发，也没有被别人分走，而是被社安局仔仔细细地记在了您的账上，等到您真正达到完全退休年龄的那一天。比如您的完全退休年龄是67岁，等您到了67岁，社安局会重新计算您的福利金额，把这笔被扣掉的钱通过每月增加您养老金的方式慢慢地还给您。这相当于一种强制性的延期储蓄，让您未来的退休生活更有保障。更妙的是，一旦您到了完全退休年龄，这个收入测试就彻底失效了，以后您在工作挣多少钱都不会影响您全额领取社安金。所以如果您因为担心被扣钱而选择完全不工作，或者不敢申请，那您反而错过了这个让未来养老金增值的机会。第二条隐藏规则，很多人听都没听过，但在财务规划圈子里，这可是人人都知道的一条潜规则。它叫做配偶福利和离婚配偶福利。这绝对是一条被严重低估和忽视的福利。我们通常认为社安金只是给自己领的，是自己工作一辈子的回报，但其实它是一张可以庇护整个家庭的保护网，特别是对于家里可能收入较低或者一辈子操持家务，没有在外面上班的配偶来说，这张网就太重要了。打个比方，假设我现在退休了，开始领社安金，每个月能领3000美元，那么不仅仅是我能领，我的某些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也可能跟着我一起领钱。比如说我的太太，她如果自己工作记录少，将来自己能领的社安金可能只有1000美元，但是没关系，她可以基于我这份工作记录去申请配偶福利。这个配偶福利能领多少呢？
最高可以达到我全额退休金的一半，也就是$1500，因为他自己的$1000低于这个数，税安局就会给他补差价，让他也能拿到$1500，等于说我们夫妻俩一个月就能领$4500，这多出来的$500，不就是实实在在多出来的吗？更绝的是，这个福利不仅适用于现在的配偶，还适用于离婚配偶。只要您的婚姻持续了至少10年，您现在离婚了并且没有再婚，那么到了退休年龄，您同样有资格申请基于您前夫或者前妻工作记录的离婚配偶福利。哪怕您的前任已经再婚了，也完全不影响您领这笔钱。您自己想想，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离异多年，一个人生活，可能自己工作收入不高，从来不知道原来还能跟前任的社安金扯上关系，这可是能改善生活的钱，不知道就太可惜了。第3条隐藏规则跟咱们的孩子有关，叫做子女福利。很多华人朋友一辈子勤勤恳恳，想着自己领钱就行了，从来没想过孩子还能跟着沾光。但社安局的规定里确实有这么一条，如果您已经退休并开始领取社安金，或者您因为身体原因成为了残障人士并领取残障福利，那么您抚养的未成年的子女也可能有资格按月领钱。什么条件呢？首先，孩子必须未婚，其次，年龄在18岁以下，或者年龄在18岁到19岁之间，但还在上中学，是全日制的学生。如果孩子在18岁之前就残疾了，那么即使过了18岁，只要残疾状况持续，也可以一直领下去。您想啊，一个家庭本来只有老人领钱，现在孩子每个月也能多出一笔进账，哪怕只有几百块，对家庭来说也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帮助，可以用来给孩子买书本、交学费，或者就是给孩子攒着，这都是我们应得的权益。所以家里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孩子，千万别忘了去问问。第4条隐藏规则是关于遗属福利的，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沉重，但咱们退休的人最怕的就是给老伴留下麻烦，所以这事儿反而得提前搞清楚。很多老夫老妻，可能其中一位工作记录特别好，另一位就差一些。如果工作记录好的那位不幸先走了，那剩下的那位生活怎么办？社安局对此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规定，如果夫妻双方都还在世，各自领各自的，或者一方领配偶福利，但一旦一方去世 surviving spouse， 也就是遗属，就可以申请遗属福利。这项福利允许遗属选择领取去世配偶那个更高的100%的福利金，而放弃自己那份少的。比如说，老先生在世时每个月领$3000，老太太自己只能领$1000。老先生走了以后，老太太就可以申请把自己每个月$1000的福利转换成老先生的$3000，这就是对家人最实际的保护。而且这个遗属福利的申请条件也比较宽松，通常从60岁起就可以申请，如果是残疾人，可以从50岁起。这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的人，即使不在了，他的贡献依然能照顾到最爱的人。好了，讲完了这几条能让您多领钱的隐藏规则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心里有数多了？但是光知道怎么多领钱还不够，咱们还得知道怎么守住钱。因为在社安局这儿同样有几个雷区是咱们华人朋友，尤其是新移民朋友最容易踩进去的。一旦踩中，别说多领钱了，连原本到手的福利都可能被暂停甚至追回。这接下来的几分钟，请您一定打起精神，比刚才听怎么拿钱还要认真。第一种最容易踩的雷叫做人回去了，钱却停了。很多咱们华人长辈退休后喜欢两头跑，夏天回美国住，冬天回亚洲避寒，或者干脆去跟远在国外的子女常住一段时间，想想天伦之乐。这就触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居住事实。社安局虽然不会管你钱花在哪儿，但他们需要知道你是否符合领取资格。好消息是，对于绝大多数退休福利，美国公民去国外居住，钱还是可以照领的。比如去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这些有协议的30多个国家都没问题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不知道有例外啊，有几个国家是不能寄钱的，比如古巴、朝鲜，
还有前苏联的几个国家。而且还有一类福利对居住要求特别严格，那就是补充保障收入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SSI。SSI 是针对低收入、低资产老人的一种福利，它是纯粹的福利性质，跟您交了多少税没关系。所以它对您是否住在美国境内、住了多久有非常严格的规定。如果您是拿 SSI 的，一旦出境时间过长，比如超过30天，您的福利很可能会被暂停。更麻烦的是，等您再回美国，想要恢复福利，得重新走一套繁琐的申请流程。中间断掉的那几个月，甚至更长时间的钱是补不回来的。所以我建议您，如果计划出国探亲或者居住超过1个月，最好提前打个电话给社安局，或者在您的 My Social Security 账户里查清楚，您领的这项福利对出境时间有什么限制，做好安排，别让福利因为您的说走就走而停摆。第二种雷，也是很多老人最冤枉也最无奈的，叫做资产不小心超了。很多人会问，我没什么钱，我名下连房子都没有，银行存款也就1万多块，为什么我的补助被取消了？原因很可能就出在资产限制和收入计算上。咱们刚才提到的 SSI， 它是看家底的，社安局对 SSI 申请人的资产有明确上限，个人不能超过2000美元，夫妻2人不能超过3000美元。这2000美元算什么呢？它算你的现金、银行账户里的钱、股票，甚至是你不常开的第2辆车。虽然你住的房子、你的日常家居和一辆主要用的车不算在里面，但其他的都算。有些老人平时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，想给子女留着，结果存款稍微超过了这个线， SSI 资格可能就没了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入计算，如果你收到一笔意外之财，比如亲友给的礼金或者中了小奖，这个月也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可能会计入你的收入，影响当月的福利。所以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老人正在领 SSI 或者准备申请，一定要非常清楚这条红线，管理好自己的存款，千万别因为不了解规定把救命的钱给弄丢了。第三种雷是关于更新信息的，叫做换了地址、换了账户，没告诉社安局。您别笑，这真的是最常见的问题。很多老人搬家了，从纽约搬到了佛罗里达养老，或者觉得原来的银行服务不好，换了一家银行，新开的户头。结果呢，忘了去社安局更新地址和银行账户信息。后果是什么？社安局每个月寄出的支票或者打的款找不到人了，信被退回来，钱打不进旧账户，然后社安局就会觉得，这个人是不是失联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为了保证福利不被冒领，他们会暂停发放您的福利，直到您重新联系上他们。这一停可能就是好几个月，等您发现钱没到账，再去找他们。虽然最后钱能补回来，但这中间折腾的时间和您心里的交集是不是太不值得了？所以但凡您的住址、电话号码、银行账户有任何变动，第一时间登录您的 My Social Security 账户更新，或者打个电话跑一趟社安局，几分钟的事，能省下后面几个月的大麻烦。听完这3个雷区，相信大家心里也有了一杆秤。福利政策是好的，但要拿到手保住它，需要我们多一个心眼，多一份主动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后悔药功能，我也想分享给您，这就是12个月撤销规则。如果您在62岁的时候申请了社安金，现在67岁了，突然发现，早知道当初就不那么早领，多等几年能多拿好多，现在后悔了，怎么办呢？其实在您刚开始领福利的12个月内，您有一次反悔的机会，您可以填写一张名叫 SSA 521的表格，正式申请撤回您的申请。当然，前提是您得把这1年里领到的所有钱一分不少的还给社安局，还完之后就当作您从来没申请过，您的福利金会继续累积延迟退休积分，等到您以后再次申请的时候，就能拿到更高的金额了。这相当于给那些当初匆忙做决定的人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那么咱们聊了这么多，如果符合条件，这笔钱到底该怎么申请？什么时候能装进咱们的口袋里呢？通常来说，
你可以直接去当地的社会安全局办公室办理，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免费热线电话180-0772-1213咨询。但我最推荐的还是上网办理。您去社安局的官网，花几分钟注册一个 My Social Security 的账户，这是完全免费的，而且有中文界面，对我们华人非常友好。有了这个账户，您就能够随时随地上网查到您自己的收入记录，估算未来的退休金，查看您的福利是否有调整，更新您的银行账号和地址信息，还能下载用于证明您收入情况的福利证明信，这比打电话去问或者跑一趟办公室要方便太多了，而且能第一时间发现任何异常。如果您发现到了月底，该进来的钱迟迟没到账，或者金额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甚至根本就没收到，您千万别拖，也别自己瞎猜，赶紧做2件事。第一，先登录您的 My Social Security 账户，核对一下个人信息和银行账号有没有出错。第二，如果账户里看不出问题，那就立刻拿起电话，拨打社安局的官方热线，或者直接去您家附近的社安局办公室问个明白。记住，拖延解决不了问题，主动出击才能守住您的权益。最后，朋友们，张宇还想跟各位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生活不容易，尤其是在海外打拼了一辈子，到了晚年，每一分钱都寄托着我们对安稳生活的期盼。今天聊的这些隐藏规则，说到底，是希望咱们华人同胞们都能利用好信息，保护好自己。几百块钱，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可能只是一顿饭钱，但对于很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长辈来说，可能就是一个星期的菜钱，一份能给孙子孙女买礼物的欢喜，一份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安全感。咱们不贪不该拿的钱，但属于咱们的权益，一分一毫也不能糊里糊涂的让他们溜走。如果今天张宇分享的这几点对您有一丁点儿的帮助，或者让您觉得自己或者家人可能符合条件，请您不要吝啬您的点赞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更希望您能动动手指，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您关心的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可能不太会上网、不熟悉英文的老邻居、老伙伴们。您的一次分享，可能就能帮他们解决一个大问题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多一份保障。我是张宇，在汇点生活陪您一起把这些看似复杂的政策捋清楚，把咱们的日子过得明明白白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点一下订阅，开个小铃铛。咱们下期再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每一分钱都花得安心，领得踏实。